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。昨天美股出现了一个0.54%的反弹，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，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在美股出现高点35679之后走了出来。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当中有标志性的悟空阴线，有八阶阴线组、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。走出唐僧阴线之后呢，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、方向切换，我就判断这个位置上大概率会出现小线级别反弹。虽然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震荡，但是我们认为在34500点附近，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。4次的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，34500点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。所以呢，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，到达34000点附近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上高概率容易出现横盘震荡，主要是因为4次等位置波峰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，让道琼斯工业指数容易在小线级别上发生上涨西游。原因是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，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，容易出现时间级别切换、方向切换的小线级别反弹。那对于比特币来说，我们一直认为25000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原因是这轮行情暴跌之后从29000美金到25000美金这轮次下跌之后，出现了一个平行对称的方向不同的一个平行结构。这两个平行结构呢，首先是一个上涨行情，上涨行情是在6月15日到6月30日这样的区间发动了一波上涨，这里面存在一个筹码空缺区，这个筹码空缺区呢，通过本轮行情的下跌进行了回补动作，同时呢，在25000美金附近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支撑位，这条支撑线呢是23年2月连过来之后，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的一个支撑，同时呢，也是前面行情当中4月中旬到6月中旬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支撑位，这里面存在一个3层的支撑位，所以呢，25000美金是本轮行情的痛点。那在前天晚间，我们看到比特币插针插到了25300美金附近之后，快速反弹，证明我们给出的25000美金的支撑位是非常有效的。同时呢，本轮行情通过下跌的方式，对6月中旬的上涨趋势做了一个回补动作。这个回补动作是第一次完成，完成之后呢，我就认为在25000美金到2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容易进行反复的横盘震荡。对这个28000美金到25000美金这样的区间依次下跌之后反弹上来，2次下跌3次、4次形成一个筹码密集区目前呢，这种结构正在向我们的预期发展，最终呢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。这个收敛三角形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，我用红色线和白色线画了出来。那么回补结构呢，就类似于我们身上被划了一道伤口之后，要用手去立刻去堵住这个伤口，堵住这个伤口，血还流还疼，我们要去医院去缝合包扎养伤之后，这个回补结构逐渐这个伤势长好之后，行情才能向正常的方向运行。那么基于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突破34000点之后出现新高这一表现，我认为美股未来会在加息预期落地之后迎来一个超级大牛市所以呢，一定会影响比特币的发展。那么在这种行情当中，我认为美股一旦出现震荡止跌就容易向多头趋势发展。如果美股向多头趋势发展，比特币会走一个区间震荡。这个区间震荡在28000美金到25000美金走完之后会重新酝酿它的多头姿态。同时呢，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，就可以看到周线级别6月19日这一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。悟空阳线走完之后，上方是有八阶阳线、沙僧阳线、唐僧阳线预期的，但是随着行情的调整，我们看到这个悟空阳线被8月14日的这个悟空阴线消灭掉了，行情当中失去了标志性的阳线所以呢，目前的震荡会逐渐酝酿出来一个标志性的周线级别的 K 线伴随这个周线级别多头的发展大概率是要在突破28000美金之后，这个多头的趋势才会成立因此呢，在多头悟空阳线被空头的悟空阴线剿灭掉之后，耐心等待它震荡完毕之后
有了新的悟空阳线之后，周线级别上才会得到发育。那么有人问什么时间才能看到底部？我认为在10月份大概率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行情，原因是10月份是每年的比特币月，比特币月大概率都会有阳线，都会有上涨行情出现所以呢，对于比特币的多头，目前来看不用过度担心，25000美金是比特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痛点，只要不跌破25000美金，多头容易在震荡过程当中发育出来。从今天的多空数据来看多头币种在4小时级别的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多空数据多头币种在4小时级别还非常少，但是我们在盘面当中看到了一些强势的币种出现了异动，包括今天表现非常好的 YJJ， 包括刚刚发动启动的 LPT 那这些币种呢，在前期都有过强势的表现。我们以 LPT 为例因为刚刚出现了一波大概是6%左右的拉升动作，那我们通过 LPT 的复盘就可以弄懂这些强势币种是用什么逻辑在上涨。首先呢，我们在8月7日这一天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。悟空阳线是标志性的多头标志，并且呢，这根悟空阳线上穿了日线级别的144均线、169均线。有了悟空阳线之后，上方会有8节阳线、沙僧阳线、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，但是行情在第二根 K 线上做了一个调整。这轮调整呢是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调整过程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悟空阳线重新复活，那么我们要把第一根阳线和这个8月11日的这根阳线合并称为悟空阳线组，然后呢，行情当中走了一个8节阳线，8节阳线走完之后，做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调整过程。那这轮调整呢是伴随比特币的调整做出的，然后呢，重新行情做了一个启动性的动作，包括高点发生的9月26日，我们认为这组 K 线呢都是8节阳线的势力范围，只是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一个箱体动作。那么箱体动作过程当中接近悟空阳线的一个收盘价对着21美金的这个位置上开始了反弹，所以呢，它整体来说，我认为对于 LPT 的这种强势币种，最终呢容易发生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。那么在行情当中突破7.89美金，将意味着它的沙僧阳线将会发生。那上方如果能够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，目标点位是在16美金附近。同时呢，有些币种被错杀比如说 UNI， 我在昨天节目当中就提到了UNI 这波行情，首先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，跌破之后进入到我们 K 线吸油战法第二部分4项战法当中的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，然后开启了一轮反弹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反弹幅度达到了惊人的82%反弹上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焦点位构成了一个吸引力的作用，焦点位往往容易把 K 线吸引下来。那这里的吸引下来的原因呢，我认为和比特币的下跌是有很大关系的正常它到6美金之后容易走它接下来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，但是打下来之后重新被错杀之后重新进入到黄金坑区间，因此呢又到了 UNI 布局现货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对于 UNI 来说，我们认为它是 DEX 交易所当中的龙头在 DEX 交易所当中，我们通过搜索平台可以看到它的占比包括 V3、V2 还有这个 ARB 这个链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占比是在85%左右，是绝对的去中心化交易所代币当中的一个龙头币种所以呢，我认为这个 UNI 目前被错杀，重新回到黄金坑区间，是一个很好的布局的位置。在 K 线吸油战法当中，抓住位置分仓进场，把握趋势，往往就能获得未来牛市当中非常好的一个收益所以呢，当前 UNI 又到了价值投资区间因此呢，可以在这个位置上5.5美金下方都是黄金坑的区域，所以呢4.7美金非常便宜这个位置在牛市最终呢，我是认为起码有20倍以上的利润，目标点位是在100美金上方。
那么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，感谢大家，再见。